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运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任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运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伊朗宣布呢，发动了真实承诺4的第70波行动。这一次啊，不是什么乱打了，而是开始协同作战了哈。来看到了，他们这一次的行动呢，是用了什么？吉雅姆，还有伊马德飞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啊，一口气呢，对5个美军基地来进行了协同攻击哈。那么攻击的目标就包括了沙国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伊拉克的埃尔比勒地区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基地，好，一口气呢，通通都给你打下去。而且伊朗军方现在也威胁了哈，要去毁灭性的打击美以的邪恶官员。来看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说啊，我们正在监视你们那些懦弱的官员，还有指挥官、飞行员以及邪恶的士兵，决心要延续过去对你们的有力毁灭性打击，你们不再安全了。而现在呢，就是要迎接波斯新年的时刻了哈。伊朗的民众呢说啊，不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过年。他们说，因为战争呢，很多人都失去工作了。他们最大的担忧呢，就是国家的基础设施，照这个速度下去啊，伊朗可能不会剩下多少东西了。不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过新年。好，伊朗攻击了5个美国的基地，那么川普的态度也有点耐人寻味。来看到啊，他也说呢，美方是希望跟伊朗对话的，但是呢，伊朗的高层接连遭到了歼灭，所以呢，他想对话，但是没人可以谈呐，因为伊朗的领导层已经遭到重创了，找不到人谈了。好，而且他也提出了想要去缩减军事行动。川普说啊，美国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呢，已经接近达成目标了，所以正在考虑呢，要逐渐的缩减在中东的军事投入。但是呢，对这番话德黑兰完全不相信啊，他还说呢，要给川普一个教训，也不该只是做出暂时性的回应，而是要给他一个历史性的教训。很明显的嘛，因为之前谈一谈就打起来了，所以伊朗高层现在呢也完全不相信川普的军事降温说，还真的因为现在川普一边说要降温，结果竟然呢爆出了他要部署数千名兵力去驰援中东哈。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呢正在暗地里去增派数千名陆战队还有水兵至中东，同时还要部署2艘攻击舰全狮号等战舰支援中东当地约5万名美军。而知情人士也说了，现在五角大厦准备好要做什么呢？准备好要去来做这个战俘营了哈。五角大厦正在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做一个详细的准备哦。假如呢那个时候俘虏了这个伊朗士兵还有准军事人员要送到何处呢？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要缩减军事行动啊。好，那白宫也说了，说五角大厦的职责就是做好准备啦，让这个身为3军统帅的总统呢拥有最大的选择权，但这不代表总统已经做出决定了哈。但是战争这样一直打下去，到底是图利了谁呢？很多的民众都已经流离失所了啊！原来是这个国防军事单位，他大赚钱了吗？好，因为现在美国批准了164亿美元紧急雷达飞弹要售给科威特还有阿联。好，他说这一次的军售非常的紧急，那这个军售的计划呢，涵盖了防空系统飞弹战机升级等等的多项高价军备，就是要迅速补充盟国战损和防御的能力啦哈。这个是名义帮这个盟友来防卫，但是实际上呢，也是迅速的在回收这个战争红利吗？好，另外来看到这个美国自己也缺钱了哈，所以五角大厦呢也紧急追加了逾2000亿美元的军费。好，所以国防部就向白宫说了，说我们要提出一个2000亿美元的紧急追加军事预算的请求，就是希望能够来补充这个
美伊战争，好来补充我们的军事库存，那这需要国会去批准。如果批准的话，就是近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战时拨款之一哈。但是这个争议很大啊，所以专家也示警了说，如果要批准的话呢，可能会去引发政治斗争了哈。但是对军火商来说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候，因为又有生意来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到川普的美国优先，现在好像变成是军事优先了哈。我们请教厉将军。川普现在很明显的这个进退失据，骑虎难下哈。第一个，他认为这场战争他继续再打下去，他不见得可能打个没完没了。所以为什么美国国防部还会再追加2000亿美金的预算哈？如果说按照美军现在每天在战场上面花的钱，以20亿美金来算的话，哈，这个2000亿也不够他再打100天。也就是说，美军是不是计划好说他准备伊朗要打一个持久战，他有必须要因应的措施，所以他准备要打100天的预算经费，也就是2000亿美金。我觉得这2000亿美金是美国国防部依据他们要打100天的这种规划来提出这种要求。可是你继续打下去，2000亿可能对这个美国来讲的话，第一个浪费对他的军费负担是非常重。你知道美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吗？9010亿这个美金哦。那你现在光这场战争，你就要编2000亿美金，你就知道这场战争对美国整体的国防预算消耗会有多大。那第二个，现在如果说是继续要打的话，如果说不靠地面部队是没办法获胜的。所以说，美国现在除了我们之前讲的第一波地号，另外在今天最新的消息又派了一艘全狮号的2栖攻击舰再增加2500个陆战队官兵过去。可是他要不要登陆作战？现在川普自己也讲不出来他要还是不要？因为我们也按照军事的角度来研判，你登陆作战，你这个付出的代价会太多，而且不一定能够获胜这个战略有一句话叫做以不一定获得之利，而想要抵消一定获得之害，是战略上极大的错误。今天这个我相信美国五角大厦大概也跟川普做了类似这种建议，所以我讲他进退失据。那你要谈你说不打我谈。现在我跟你讲这个伊朗绝对不太可能跟你谈。第一个，他们现在的这种领袖这个塔杰穆杰塔巴他因为有这个不管是杀父老婆小孩都被打死了，这种状况之下，他怎么跟你谈？最重要的是，这个川普在之前这个欺骗过伊朗2次，都是快要在2月26号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快要谈成了，而且人家伊朗也已经让步了。他说我导弹不要射程限制不要到2000公里，我短一点。然后浓缩铀他也说要接受国际的公开检查，但是没想到2月26号会谈才刚结束，28号你美国跟着以色列就动手了，所以我觉得伊朗这时候对你绝对不再有信任的态度，所以谈你找不到台阶下那继续打。我跟你讲，今天最新一个讯息这个其实美国跟以色列大概都非常震惊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讲的是这第70波的行动里面有2枚导弹，伊朗居然有2枚导弹打哪里呢？打这个英国借给美国在印度洋的基地叫做迪戈加西亚那个岛屿，那个距离有多少？有3800公里。那以前证明伊朗不是在吹牛他真的有那种导弹射程可以到3800公里，发射了2枚，当然有1枚这个中途大概这个导弹就失去了方向，但是有1枚到底美军有没有拦截到？那美军后来没有讲可是证明说是伊朗的导弹射程确实有到3800公里，这是距离来讲。另外还有一波的攻击打中哪里？打中以色列的2个炼油厂，一个是海法的炼油厂，一个是阿杜德炼油厂，这2个炼油厂，以色列这2个炼油厂被击中，所以这2个炼油厂被击中以后，你知道这个内塔尼亚胡马上讲什么话吗？他说他们不再攻击这个伊朗的炼油设施，就已经认怂了他如果说继续去打伊朗的炼油设施，那伊朗证明他有那个能力，他也对你做同等级的报复。你打我的炼油厂，我也打你的炼油厂。那伊朗毕竟他自己是产油的大国他炼油厂这个国土纵深也够，但是你以色列你纵深不够。那我觉得这个现在证明伊朗的导弹，第一个打得够远，第二个打得够准从这2件事情看得出来。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当然是进退失据了，他骑虎难下，要谈也不是，不谈继续征兵，那又陷入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对他自己的期中选举更为不利。
而且现在美军的基地一直不断的被攻击哈，所以这就是川普说的想要军事退温的一个理由吗？我们请教申峰委员。这一场仗啊，的看远一点是非常的危险。过去的战争里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第一个把人家国家的领导人，而且是宗教领袖啊，把他给斩首了。第二个，请问过去战争再怎么打，到了A弹节那一天呢，即使前线呢，大家停火啊，唱个圣诞快乐一下，啊，第二天再开始打。即使在夜战呢，打得最凶的时候，春节一定停火。但是这一次，美国是用的波斯人的过年期间发动的攻击，是可忍是不可忍啊！而且现在预计更大的攻击会在年假当中，他们年假一直13天，从3月20、21开始，那么这里面发生的战争的几率非常的高，将近70%以上。各位想一想，这样子的战争怎么了结呢？我想在座啊，对国际政治有研究的人一定会想起塞拉耶夫啊，斐迪南大公被暗杀之事，本来只是奥国跟这一个什么塞拉维尔之间的问题，结果扣到什么，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美以战争里啊，它出现一个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停，现在打的是到底还要再打多久，不是在讨论什么时候停哦。第二个，不是有没有外溢，是会外溢到哪里去，会扩张到哪里去。现在这个已经完全处于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一颗暗杀的子弹啊，已经构成了完全控制不住的情况了。美国尤其川普的个性，显然等在第二集可能会谈到，他一方面在施压，一方面他在收缩。可是啊，世界发展的局势啊，往往不是你主观的意愿啊就可以来掌握了，多少时候是客观的情势啊，让你就下不了台。我们就以这一次用的2颗导弹呢、这个吉亚姆跟这个伊马德来看呢、吉亚姆它的被拦截率这一次啊，只有7成左右，不到7成啊，6.5%啊。换言之，10颗飞弹里面，10颗导弹里面，它会有3到4颗是可以达到目标的，这个很高的。那么假若这个长程1700公里的伊马德啊，它这一次啊的拦截率啊，只有6成，它有将近说5颗，有2颗会上啊，这个造成的严重跟压力啊，那可是大得不得了啊。那目前面对这样的情况，到底美国有什么方式解决呢？当然，现在整个的争执点不是在川普，川普一定想停，现在川普急死了，因为不停，他后续的问题会很难解决。但有一个人绝对不想停，那个人叫纳坦雅夫，只要一停，他政治生命他大概也了结了。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要停止这场战争，不是如何的跟伊朗谈，请各位注意哦，因为伊朗不会跟他谈，伊朗在这场战争里面是不会垮嘛。这伊朗很惨，但不会垮。美国呢没办法赢，伊朗现在不会跟你谈，也没有人要跟你谈，也没有人敢出来跟你谈。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对美国讲起来就控制一个人，那个人叫纳坦雅夫。纳坦雅夫最后的命运，现在已经传出来的消息了，他应该是被软禁中了，或至少已经被排除在重要的决策中了。因为解决了纳坦雅夫，这一场战争才能解决，而解决了这个伊朗呢，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好，川普已经想要退出这场战争，在喊要收兵了，但是这个五角大虾已经开始在准备地面战了。这到底是两面手法吗？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觉得目前观察的重点就是美国的军事打击对伊朗是逐渐降温，还是他正在准备更大规模一些作战？那还有包括这个伊朗的反击的力道跟程度，那这两者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的确，若只观察川普口中的讲话，其实会让人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暗示说要鸣金收兵了，打得差不多，可是可能突然的话锋一转，说还没有结束。但我觉得，如果从实际的美国的这个军事的部署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不排除美国在准备或是待命，
要发动一场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不太可能的一些地面战大规模的作战了哈，因为的确从川普1.0到现在啊，即便是今年有2场啊，包括委内瑞拉，包括现在的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程度跟范围都非常大，但是他一直没有逾越一条红线。这逾越的红线就是从川普1.0到现在川普并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这种地面部队的作战跟地面部队的投入，他顶多就是特种部队快速的这个短期的这个主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前几天的确，这个美国的第31号这个陆战队的远征队从冲绳出发包括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还有一些船坞登陆舰等等。那最新消息，刚才将军有讲这个第11号陆战队这个远征队是从加州这个圣地亚哥出发意思是说美国可能目前是调派2个 MEU 因为每个这个陆战队的远征队 MEU 它是最基本的单位大概2200人到2500人。那麻醉虽小，五脏俱全它主要是有2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陆战队的这个陆战营，那同时它搭配一定程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包括定翼机包括这个攻击直升机等等，那还有一些后勤的单位所以说有人就在讲说，基本上不能排除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军方应该基本上提供各式样的选项，最后定夺单是美国的总统，看到底要不要这样做。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在228已经出现过了。因为228之前其实美国准备1个多月，但最后哪个时候要动手，该不该动手，就是川普以及少数旁边的政治幕僚做决定。如果根据这2天美国的情报总监在国会作证包括美国的情报总监拉加德包括 CIA 包括这个国防情报局包括国安局的这个首长，那议员是非常一针见血、咄咄逼人。他在问说，这个国家情报总监说，你参加多少次的会议？那他的答法，因为他是议员出身，他说我参加过了几十次，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情报的分析跟其他单位共同的分析。那议员接着是说，你认为在哪一次的开会里面，你看到总统下达明确的指令？那他的答法是他并没有，意思是说军方跟情报机构可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单位，他可能提供总统很多的一些方案、选项、成本效益的分析，还有没有办法达成，但最后要做成打击是政治决定，那可能就是川普跟少数的幕僚，包括跟以色列的一种协调跟合作。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我还是不能排除。好，所以会不会进入到地面战这个选项呢？就看川普的一念之间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全球都是伊朗的攻击目标嘛？刚刚说到他已经发射了2枚的弹道飞弹呢，射程4000公里，可以打到印度洋所以他现在就威胁了什么？他说扬言要攻击全球的观光景点呢，而且还要持续的生产飞弹。好说呢，你美以的指挥官以及士兵，即便你在国外度假呢，也不再安全，而且我们的生产飞弹从未中断。那么对此五角大厦是拒绝进一步评论的，仅强调基于安全考量不会公开部长的行动细节，还批媒体报道不负责任。但是呢，美军还是很紧张，已经全面提升防护升级了，已经升至查理级的警戒了哈。而另外来看到伊朗现在呢，不仅仅是威胁要打这个观光景点它也针对美军的这个后备这个后勤粮草来进行攻击了。这个是他第69波行动哈，这次呢是针对了以色列核心地带特拉维夫、阿卡以及海法等区域，而且打击的对象就涵盖了以色列作战的支援企业、军工业、通讯和雷达的相关设施，而且这项行动也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还有萨利姆空军基地，就是刚刚说的5个空军基地等等的，还有相关的设施。那这些很多的设施呢，都是用于储存加油设备，并且为美军的 F-16还有 F-35战斗机去提供燃料的。结果现在呢，都被去进行攻击了。好，那这个声明更引用了伊朗最高
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话说呢，敌人面对的不只是导弹、无人机、鱼雷等军事手段，伊朗前线远比其狭隘认知的更为广阔哈。那么现在美国有什么方式能够去反制呢？川普可能就要来下令了，说我们要去占领或者是封锁这个哈尔克岛，也就是伊朗最关键的一个原油设施的岛。好，那现在美军呢，可能以伊朗哈尔克岛为目标。那么白宫也透露了，美国可能会在川普一声令下，随时摧毁这个伊朗重要的一个石油枢纽。如果川普呢核准此军事行动的话呢，他也必须要派出更多的部队啊。那美军目前已经调派了3支海军陆战队部队前往中东战场了，同时也考虑要尽速的增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有没有可能真的要去封锁哈尔克岛呢？好，另外来看到现在呢，美国跟盟友呢也是出动了战机跟直升机要来打击伊朗，好，力图要重启荷姆兹。好，军方人士说美国跟盟友呢想要重启荷姆兹，已经出动了 A-10游诸战机在南部战线执行任务。那么航道上空空袭伊朗海军军舰，同时呢也用阿帕奇直升机去击落伊朗的无人机。好，那这就是五角大厦多阶段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削弱伊朗的武装快艇、水雷和巡弋飞弹的威胁，希望能够打通荷姆兹。但是呢，美国海军中心的伊朗分析师就提到了，荷姆兹海峡的最窄处就只有39公里而已，要让船只恢复航行，虽然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是需要时间啦，而且很难说你100%安全呐，因为导弹呢随时可以从岸上去攻击你海上啊。好，另外来看到呢，现在美国的空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呢？不过呢，希腊近期出现了一个外形神秘的非翼式飞机，那么媒体就说了，这个飞机呢很有可能是美国高度机密的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也就是 RQ-180隐形高空的一个无人机，或者是它的改良型号。而这个时候呢，为了要扩大监控优势，美国呢也加派了5架先进鹰眼要赶赴中东。好，就是因为要加强对伊朗的无人机巡弋飞弹的侦测能力，所以调派了至少5架的1-2D 先进鹰眼空中预警机赶往中东。因为很多的美国的萨德雷达通通都被毁灭了嘛，所以呢就很需要预警机了哈。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美国的 F-35最先进的战机呢，还是被伊朗给击中了哈，被伊朗红外线锁定了哈。伊朗研发了这个被动红外线感测器，可以成功锁定美国军机，这可能就是它的关键，迫使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要开始重新评估作战方针了哈。因为之前呢，川普跟赫尔蔡斯才宣称说伊朗的防空系统已经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很显然了，你夷为平地了，它还是能够锁定你 F-35所以美国是狠狠的遭到伊朗打脸，更拆穿了 F-35的弱点。好，所以现在看得出来美国正在不断的派出自己的压箱宝，发现这场仗真的是越来越难打了吗？请教厉将军。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以逸待劳哈。现在如果说美国真的是他的这两栖舰队去夺岛，不管是你要夺哪个岛了，这个哈尔克岛或者是荷姆兹海峡周边的这些地形要点，那可以应了那句话叫做以逸待劳。什么叫以逸待劳呢？孙子特别解释这个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安逸的逸，我就先到那个地方完成了所有作战准备，完成了所有的战场经营，所有的战备物资我都囤积好了。然后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疲劳者劳。那现在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美国来讲，如果说包括从美国的这种本土，或者从日本的冲绳岛长途奔涉到了中东，马上投入战斗，是不是这个后处战地，然后是疲劳的状态？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这种伊朗来讲，就战略态势绝对是比美军有利的。而且陆战队登陆作战，我们台湾这个陆战队的队歌第一句话就是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前锋。这2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陆战队它的任务是夺取一个滩头堡之后，
交给后面的陆军部队来接替后续的作战任务。那现在来讲，如果你只靠这2支，总共加起来5000人的陆战队，那你多少之后，你后续有没有持续战力可以进入？如果说你后面没有陆军的地面部队投入作战的话，你这2支部队进去，等于是这个肉包子打狗了，有去无回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这很明显，他为什么要派出这个所谓的空中预警机，而且要派到这么多架？之前有说他的这种MQ9无人机被击落了10架。从这个战场里面，从这个飞机你就可以知道这场战争对这个美军来讲极不利。我讲一个具体数据，这个现在伊朗用的导弹都是固态燃料的导弹，然后伊朗距离以色列的边境大概1000公里，可是它的导弹射程这个远的可以到2500公里，也就是说。我在我伊朗的国土境内，我有很大一个 range 空间可以运用。我在这个空间里面，距离我在1500公里的空间里面，我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竖起我的导弹，对你以色列本土来实施打击。那你想想看，这个1500公里，这个多辽阔的这个范围了。那而且它是固态燃料，它机动车开到什么地方，它导弹车开到什么地方，它导弹一竖起来，马上就可以对你伊朗攻击。所以美军现在派出这么，不管是 MQ9或者是这个预警机，目的在什么？在找这些的导弹发射车在哪里了？他必须要找。那你想想看，这么辽阔，包括整个伊朗国境的每一个地点，它都可能对你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都有可能对海湾国家来发动攻击，那你美国要用多少的空中预警机才能够监视到？伊朗很大，伊朗面积有这个165万平方公里，你想想看，我按照这种数据，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军来讲目前呢有10架 MQ9已经被击毁了。那在击毁之后，他必须要能够监控到整个战场，他现在不得已把他预警机现在派到战场。从这一点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军真的是捉襟见肘了兵力已经不敷这个运用了。而且现在 F-35也被这个伊朗红外线锁定了，美国的这个隐形霸权现在已经瓦解了吗？请教李胜峰委员。美国的隐形霸权到瓦解应该还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没有他自己过去讲的那么的神了。以前他是绝对的，现在只是告诉你是相对的，这种隐形的东西这是相对的。只是呢，伊朗的本身现在存活的力道大概有多强？它本身呢，我们就以刚才我们提到的那2个飞弹来看呢，吉阿姆飞弹现在大概还有600到800颗，那么呢，这个呢伊马德大概有300到400颗。那我们来算算，假如以它40%的击中力就是拦截6成来看，那算一下很可怕呢，被打到的点那是还蛮多的呢。第二个，这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还能够存活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是属于陆路攻击的国家，武器俄罗斯透过陆路可以攻击这零组件、原料，还有这个什么零件，还有民生用品，中国大陆透过陆路可以攻击。所以美国最强的由海上来围堵的能量这一次发挥不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呢，它还能够撑下去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是的，它在路上的看得到的防空大概都被美国干掉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叫做北斗，还有一个叫星链，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中国大陆的星链，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现在在阿拉伯海的电子船，够了，提供眼睛提供耳朵够它用了。所以在这个的情境的演变里面呢，都已经不是美国一手可以遮天。可是呢，讲到这个，我是要想告诉各位，我们还是要警戒的。恐攻将会是未来我们几年内会常常听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一场战争已经是极端的伊斯兰对极端的弥赛亚重返事件。当两边都是以一个宗教为主轴的时候，没有理性空间，而且他的真主的代理人又被干掉了。而且真主的代理人的继承人现在又处于被威胁当中，过年期间又这样子的被攻击，你想想这一个伊斯兰的圣战将会有什么的结果，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紧接着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哈格岛的这个战役会不会发生？这个发不发生，会对整个的战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美国要进攻哈格岛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登陆的地方太少，所以只能用空降。那问题是哈格岛又离本土啊很近，不到40公里，所以即使你给它占领了，那么你要完全拥有，因为火炮就可以打到的地方啊，也没有那么容易。可是问题是哈格岛被占领了，整个全世界的这个能源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你把伊朗90%的经济力量拿掉了之后，这我们讲的三声效应啊，可能就会产生，那就是我拼死一搏啦。哇，我拼死，因为就到这样子没退路了嘛。当拼死一搏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可能是这一场战争里面呢，哈格岛战役会不会发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现在预测会有70%，我希望这个预测是错误的。70%非常希望是错误的。所以如果川普也是没有下一招的话，哈格岛也会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招呢？那这样子下去，会不会真的全球的观光景点都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呢？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说哈，这个未来这个战争是往上走，还是慢慢的平息，其实双方啊，取决于双方。那因为从228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打击跟报复啊，或是这种反制的方法，大概主要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对于美军在周遭地区的军事基地了啊，而且基本上有些基地都不止打击一次啊，那里面当然涵盖了这个卡达啦、巴林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哈、伊拉克、叙利亚都在这个伊朗的打击的范围之内，当然也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以色列。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它攻击地方，就是刚刚讲的能源设施哈。那目前重点在说哈，川普的下步是什么哈？因为也有些这个美国媒体的分析哈，川普要的是一个胜利。这胜利可能是他，当然像过去前1-2个礼拜有人说，可能单方面宣布胜利啊，就慢慢希望他就降温，然后也期待伊朗的这个反制也跟随着平息。那第二种就是在真正宣布胜利之前，他可能要有一个军事行动，能够让他华丽的转胜。我听到有人也有这样子做分析，但是目前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刚讲到是动用到2支美国的这个陆战队远征部队MEU，或是说还有更多的一些搭配的这个兵力，目前真的不得而知。但是就像刚才将军所讲，因为每个 MEU 它就是2000多人，那2支5000多人，再加上本来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相对的一些驻军基本的单位，但是你要做的是，假设是你要快速的夺取，包括这个海峡的周边荷姆斯海峡周边，或是拿下哈格岛，你后续该怎么做？对，有人说你后续可能不是现在2支 MEU 你可能要 MEB 就是陆战队的快速的远征旅，或是更大的陆军的单位来做支撑。所以现在来说，我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办法做定论。这个决定权、主动权似乎还是在川普的手上。好，但是真的，当时美军如果连放假都不安全的话，那美国还不算输吗？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聊。观众假日愉快，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文化国际所教授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整个伊朗战事3周过去了，第4个礼拜仍然没有要结束的意思。虽然美国这里发动了钻地弹，想要控制荷姆斯海峡等等的，现在看起来毫无效果。伊朗发起了第70波的打击，同时打击了比较特别的是5个地方的海军基地，也就是说，这种所谓川普扬言已经把他的空力、军力通通打掉。结果人家还是有反击的能力。这次的行动呢，有这个包括了吉亚姆，还有伊马德的导弹，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5个基地呢被攻击的地方包括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还有巴林的第5舰队。行动还使用到这个海巴尔和卡尔达的导弹，显示说现在不管美国跟以色列怎么去轰炸，把谁给击灭、歼灭，但
伊朗仍然继续有反击的能力，甚至再远一点还有导弹攻击的能力。伊朗继续报复攻击中东的基地，锁定2个目标。美国2周算一算，算盘拨一拨，光2个礼拜，现在已经第4个礼拜进入了哦，2个礼拜就有。光是战损哦，还不是他发动打的武器等等哦，只是被攻击的战损哦，已经256亿的台币。那么再往下算哦，不知道还要多少的天价不断的累积，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伊拉克的巴格达的美国的使馆后勤支援的营地后面哦，突然被袭击，引发了大火。虽然说没有人伤亡了，但是营地至少有3架无人机去攻击它，显示用比较小的成本，光是小小的无人机到处去攻，就已经让美方承受了无比的压力。而伊朗的议长甚至呢，他说我们还打中了 F-35，F-35这2天讨论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损伤有多大？双方说法其实不太一样，但是 F-35被形容叫梦幻型的机型，除了是隐形战斗机，更是美军看似不可战胜、很厉害的傲慢的象征。那么美国声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看到它，但是最后居然第一次被击中了，而且是被伊朗在相对现在已经被制压的情况之下，还有办法打到吗？那么专家分析，伊朗的防空战车的感测器是可以捕捉到 F-35的红外线热讯号的，所以有可能飞太低，或者是追踪定位发射当中还来不及发射诱饵就已经被击中的情况，这是对伊朗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胜利，值得吹嘘。但是呢，伊朗战事现在美国继续派兵他没有要停第2艘的2栖攻击舰赶赴中东，除了先前这个波里利号2500名的陆战队官兵，大家都在想到底是要去攻占这个岛屿呢，还是在沿岸荷姆斯海峡要加以占领呢？那个大家比较多的传闻都认为，川普真正考虑的是要占领哈尔克岛，在这个地方距离伊朗沿岸大概24公里的位置，有90%从这里来。虽然号称已经攻击战损一部分这个对方的军事的基地，但接下来还有油还有设施，是不是川普的目标？大家密切观察。不过呢，因为川普藏不太住话，随时都可以讲出来，也许马上就要发生是什么。但是美国82空降师现在各种的宣布新闻已经出现了目前正在权衡要不要把地面部队部署到这个地方去。82空降师，如果到这个岛上，或者是对伊朗进行地面作战，现在就等在川普如果实质的下令下去，就要调动了川普怎么说呢？现在到底对美国接下来他的选战啊，是不是真的民意支持度会掉到谷底呢？川普对着媒体讲这个话，大家都傻眼了，听听看怎么说。Polls have shown that MAGA is essentially unified behind you as a Republican coming down there. There's been repor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be sending 2,500 Marines to the Middle East. Are you concerned that a move like that could potentially change the unity? Well, I don't know. I seem to have great support because CNN came out with a poll today that I'm at 100%. And they said they've never seen a poll like that, which is an honor. I was impressed that CNN would do that. But as far as troops are concerned, I can't tell you what we're doing.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很意外，从来没有看过有这种100%的民调，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就是川普讲CNN就做了个调查，说100%的美国人支持 MEGA 支持川普的军事行动。可是CNN没有做这个调查，那这个来源从哪里来？他居然可以这样讲，让大家听到傻眼嘛。那川普呢，他的讲法模糊不清，也大家已经快要习惯了，因为他一边讲我们就快要，这是在半夜的时候 Truth 上面发文的，我们已经快要达成我们的目标那时候我看到他的发文讲说考虑要降低攻势了，所以要留给你们自己中东这些国家，你自己想办法你对你们来讲都是很轻松的任务，维持荷姆斯海峡这油可以通行，然后呢我们就该退了，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重大的任务，而你们其他的自己想办法就好。但是一边这样讲好像要结束了，一边却又说再次的受访对媒体讲我们可以对话，但是我不想停火，没有人想要在击杀对方正在顺风的时候的意思要停手，所以他又一边发文说要停，一边又受访说我不可能让战火停住。没有人知道川普到底要怎样。因为美国再打下去打不出个结果来，他想甩锅了，甩给谁呢？你们谁要过油，你们自己去负责。这才是他发文是这样说的，对，这也是他真正面临的困境。我把这个战争给各位分析一下，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它是消耗战。
消耗战里面比的什么？比库存。好，库存我们现在看，伊朗它的无人机到现在还在生产，原来的储量就很多，数以万架。导弹呢是越打越重，就是它的导弹越来越精良。那相对的是美国，美国是海外基地的库存降低，因为它所有基地都被打，巴林的油库被烧，加油船被砸，加油机被打。那美国国内的库存也降低，所以比库存这一面，伊朗好像比美国更耐打。现在这个战争形态又演化起来，不是在杀敌3000、杀敌几百的问题，是打到全世界的油源，这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都是拿来要挟所有国家。那美国根本没有实力解决荷姆兹海峡封锁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变成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姿态。至于说川普刚刚讲说，我也不放弃停火，我不停火，我可能还要打，这就是他要脱身之前的一个牺牲的一个统合。我们再来看，我们是军人，看这两个部队，82空降师跟2500个海军陆战队，被这两个部队都很精锐，但是数量甚少，它只能开始一个局部战争，而这个局部战争呢，不影响整个目前的局势。换句话说，对荷姆兹海峡没有办法打通的可能性很低。那这个只是美国是宣而未采取行动。我相信每一个研究军事的人都猜不出这两个部队怎么样有很成功的攻算。你占领那个格里尔岛，你也不代表你能够，你只能说让伊朗的油出不去，但是它还有别的航道。但是你在那边生存的可能性有两个危机。第一个，陆战队怎么样通过荷姆斯海峡到那边？他发动钻地弹去打沿岸，显然现在目前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因为我刚才讲嘛，因为弹药库的这个库存有问题了。因为以色列所有的防空系统的雷达都被打残掉了，所以伊朗才会用更高级的飞弹去破坏你以色列所有的军事基地跟人心。因为让你以色列的老百姓24小时在躲警报，重大的设施都被炸，飞机场被炸，你说资料中心被炸，这个对以色列来讲，自从6日战争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威胁。所以纳坦雅胡唯一的一个阴谋就是说，我一定要拖到美国的大腿，不能让美国出局，因为美国要出局的话，以色列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所有什叶派的国家对他的围剿，所以他才会暗杀了前面那个议长，就是凡是有资格谈判的人都给你干掉，连发言人都干掉，那就是说没有人能代表伊朗来跟美国达成和议。那不能达成和议，这个战争是不是要继续进行？因为这个战争一旦停下来，以色列马上要进行总统大选。总统大选完了以后，纳坦雅胡一定坐牢，坐到他死都出不来。所以这个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纳坦雅胡，他创造这个战争，拖美国下水，今天又不让美国离开，让这个战争无尽无止的延伸下去，使以色列的老百姓、伊朗的老百姓枉死在这个阴谋家的手上。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个战争的本质要看清楚，它是怎么个打法。那现在来讲，荷姆兹海峡这个僵局，美国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没办法解决。陆战队、空降师都是打第一仗的，后面要有强大的陆军登陆，才能完成他的使命。今天我没有看到美国能够动员出他 National Guard， 或者变成一个60万到80万的大军去解决伊朗的问题。伊朗不像当初希特勒打这个俄乌战场，那是高山，美国的装甲部队、机械化部队在这边是施展不开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讲，川普面临一个无解的状况，所以讲出那种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话，这就不难理解。川普以前只是被以色列绑架嘛，那绑架上了完全被绑架，上了这个战场，现在是美国的损失越来越大，不但累积却又退不了场的情况之下，连 F-35都被攻击的话，那个的小事，最大的危机是什么？美国已经所有战略家都懂，美国现在的军力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世界上2场战争。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发起另外一个战争的时候，
美国既没有航母，也没有足够的导弹，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下一个危机。这是川普将来研究战略的都知道，你没有能力搞第二个，自己内部的5大难关没有一关能过。这个美债的问题，退税的问题，关税战失败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性丑闻的问题，还有黄豆如果买不到，7月份买这个第2季黄豆拿不到手，你11月的期中选举就泡汤。所以川普内在的危机远比外在还大。川普因为对于整个国际政治，对于战争，他是完全的外行。因为外行，所以在发动战争以前，他没有像《孙子兵法》所说的，经过了严谨的妙算，没有妙算，所以他第一个低估了伊朗的持久战的战力，或者叫做消耗战的战力。第二个，他被以色列的纳塔雅胡给绑架了，卷入了这个战争的漩涡。那现在整个战争的重点，其实就在荷姆兹海峡。川普当然希望把荷姆兹海峡打通啊，可是不容易打通啊。我说过，岸基的火力、武装的快艇、自杀型的无人机，再加上遍布的水雷，要打通荷姆兹海峡谈何容易？可是不打通的话，整个国际的油价、天然气的价格不断的飙涨，它势必造成能源危机，势必造成美国的债务的危机，接着就是金融海啸，这是川普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他就想到，那既然要打通荷姆兹海峡，我找个7个国家，我的盟友来跟我一起弄个护航联军，是不是可行？可是人家别的盟友，大家算了一下，觉得打这个仗只是把自己丢到战争的泥潭里面，无法自拔，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参与这个烂摊子。好，接着他就想到，那我现在把哈尔克岛拿下来好不好？哈尔克岛在波斯湾的北部，在荷姆兹海峡的北部，伊朗的90%的石油从那个地方出口，那个地方的岛上重点就是码头、输油管，还有贮藏石油的油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拿下哈尔克岛，所以他就派了什么空降82师，他就派了5000个海军陆战队，2艘的2栖攻击舰都到了。这样的规模是没有办法打地面作战的。可是就目前为止，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纳塔雅胡，纳塔雅胡的斩首行动啊，可以说如水银泻地啊，想要停都停不下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梅内伊2月28号挂了，3月17号拉里贾尼也挂了。可是现在更加强硬，而且对战争内行的雷扎伊上来了。雷扎伊不得了啊！雷扎伊也是打过2伊战争8年啦，他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啦，他知道怎么打消耗战，怎么打持久战。尤其当时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到最后打地面作战的时候，伊拉克败掉了，输掉了。所以雷扎伊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而且他上来就是为了报仇嘛。你今天《孙子兵法》讲为师必缺，可是你现在以色列怎么干的？以色列的斩首行动，那是为师必缺吗？那是把伊朗赶到了绝境，所以伊朗的人民感觉到了，我温和有什么用？我跟你2月26号去谈判，谈判刚有了结果，我有让步，结果你就开始斩首，把我的最高领袖都杀了，把我的高官将领全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伊朗里面
现在没有什么叫温和派，温和派有也不敢讲话了。现在全部都是强硬派，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复仇、大反击。可是这么打下去的话，说实话，那不是川普可以承受的。我说过，金融海啸一定到来，而且呢，下一步，伊朗的人民在大阿亚图拉的全球追杀圣三力之下，一定产生了各地方的恐攻事件，整个世界进入了不安的局面嘛。严老师，当川普发现想要他口也没用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剩下狂轰滥炸，结果发现也没有用，那这时候怎么办？用吹牛嘛，100%的民意支持他，说对方的空军已经被他打烂打残了，结果对方还是继续攻击啊。每一次讲到说他的大胜利也好，或者他说把伊朗打到已经是他用那个英文叫 obliterated， 就是说完全毁光了。那毁光你那就结束了嘛，你已经赢了。结果好像还有对抗能力，所以他就常常是自相矛盾啊。那我觉得最自相矛盾、最有意思的是，这2天看到我们刚刚都提到以色列，对不对？川普说好像是被以色列给绑架一样啊。那包括卢比欧，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强森，就讲什么？你知道？他们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要攻击伊朗。然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报复的对象可能是我们美国基地，所以我们不能坐着等，我们要先攻击伊朗了。如果你知道有国家要攻击伊朗，伊朗的报复行动可能会在波斯湾附近的美国基地，你都不能阻止一下吗？然后让你的基地是这个暴露在这个伊朗的攻击之下，所以他用这个当做他战争的正当性我觉得是不够的，也难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北约的盟友都不愿意，好像来跟着你来挺，因为你不是被攻击的对象如果你被攻击的对象，按照条约的这个义务集体防御，我们都要来集体安全，我们都要来帮助你的，就像当年这个911事件一样，你没有的情况，为什么就要强求我们？所以我这个时候，川普如果像小布希一样，就说我们希望有一些志愿者来帮忙。那个在伊拉克战争看到英国还是挺他，包括西班牙都挺他。那可是这一次，你川普嘴巴又贱，骂人骂得很凶然后呢又要他们来挺，然后没事就说你看你要是没有我们，你们这些北约国家都完蛋了，忘恩负义，讲这些话。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有点尊严的吧，被你这样子骂来骂去。他们还要这个出来挺你，然后遭受到可能在国内以后下一次选举会被选输我觉得，所以这一点是川普没有意想到的，就是当他在布这个局的时候，他一波一波打下来。根据一个专家分析，他说其实第一波就是斩首就是这个轰炸这个军事威胁的措施，完了以后第2波希望他们能够乱一些，攻击一些，然后。现在他说已经到了第4波，第4波他说已经在攻击一些东西，是让他们的邮电民生受到迫害。他说这样子下去这个真的是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已经越界太多了。这个基地被打，但是导弹没有打中目标，但打了那个地方，对，打得到这个地方，打到了，证明他的这个现在的战力到哪里？以色列虽然先前一直封锁很多被攻击到底多少的消息，陆续还是传出消息来了，而以色列有10几架的无人机飞到伊朗上空，被伊朗给击落了。遭到伊朗防空飞弹击中。那么同时，伊朗也称轰炸以色列的战略加油机编队精准的打击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哦。这些加油机是支持以色列对伊朗还有盟友实施远程空袭的核心力量，所以专门打特拉维夫这个地方的机场的战略加油机编队是伊朗认为有意义的，尤其是位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国家安全大楼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以色列的频道难得公布一些被受损的
的消息，有一枚飞弹直接碎片击中耶路撒冷旧城的画面，碎片就掉在距离西墙跟阿克萨的清真寺400码的地方，烟雾四起。所以当以色列的防空警报，说好像没事一样，但美国的记者在当地采访，就直接发布血淋淋，基本上伊朗的飞弹能力当然不像川普讲的空袭能力没有了，当然还在。所以你看密密麻麻这个红点是什么？通通都是飞弹飞来的时候，这位记者福斯新闻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了以色列不断推波持续的红色警报，全区都是防空警报红色的区域，所以这个攻击当然无人机包括飞弹还是持续的，伊朗在攻击以色列当中。而以色列的斩首行动到底现在杀了几个人呢？现在最新以色列还没宣布，伊朗就先无预警，由革命卫队宣布，透过国营电视台宣布的，说他们的革命卫队发言人奈尼殉职了。而特别不同以色列到最后还是没有出声去宣扬他，反而是伊朗说他的死是光荣的战死，接下来对他表示尊崇，但是没有多久，仍然继续有人可以接掌所有的位置，所以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发表了波斯，他们现在在过新年波斯新年的书面声明，人还是没有露面，应该也是避免被任何的攻击。他说，这个伊朗已经给予美国沉重的打击。他赞扬伊朗人民在美以发动战争的期间展现出来的坚定意志，同时也说美以的攻击是基于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就能够让政府垮台吗？还要证明这一切并不如川普的算盘。所以川普继续讲美国呢对于这个收手以色列就不会打啦，只要我停，意思就是说不是受以色列的控制，是我在控制以色列。结果马上川普被问到这个结束式马上就他讲话没多久，以色列军方就宣布继续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发动空袭。以色列这个攻击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黎巴嫩这里有超过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100多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不断的扩大。有一位黎巴嫩的大提琴家在废墟上面演奏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让大家觉得心酸。这个是他的大提琴家在苦难声中发出的人类颂歌。这个演奏的曲子是亚美尼亚的作曲家哈恰图良的小型版。这个网络上疯传的画面也代表着战火的无情，当然也是以色列对这个地方黎巴嫩人民的无情的摧残。将军，这个战争大家为什么认为非常不正义的战争？你以色列是被2战以后大家同情的状况之下到人家那边去落地生根，然后你不断的这样发展，而且侵略人家，做屠杀的行为，你跟当年的希特勒的集中营有什么两样？把加沙走廊搞得跟集中营一样。那现在以色列现在的问题是，自从你的萨德系统破了，飞弹也不足了，所以你的处处都可以挨揍了。所以你看，现在伊朗的攻击2个重点，一个是美军基地，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里面重点又打你的机场，因为以色列能反击伊朗呢，就是空军轰炸。那空军轰炸里面非要靠加油机加油才能够飞过来炸，炸完才回得去，所以他打你的加油机。你看伊朗选择的目标，以色列的加油机，美国在这个阿联酋那边的或者这个机场里面的加油也在打，非常明确。因为现在为什么加油就变关键呢？美国的林肯号跟这个航空母舰退到外海1000公里了，1000公里上了这个航母的飞机飞到1000公里去打，还要深入，再回头就油没有了。所以美国要攻击伊朗的飞机，用丢炸弹的话，也要靠加油机；以色列要打伊朗，也要靠加油机。所以这个战争胜败优胜劣败已经看得出来。内行人看，你这种攻击力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你库存也没有了，而且航空燃料在80那一次大火里面，我跟你讲，喷射机用的油料是不一样，JP8那个比一般汽油贵，不是你到汽油站加个油它就可以飞啊。所以这个问题再打下去，美国不乐观，你拿不出什么重大的行动来支持你的论调。那伊朗也讲，你炸吧，反正我准备了这几十年，我也知道我的短板，我的海军空军根本没办法跟你抵抗，跟美国抵抗，跟以色列抵抗，我权力就在地底下。所以我讲过嘛，美国以色列动之于9天，
伊朗长之于9地。我们军人很有经验，金门、马祖能够撑下来，就是叫长之于9地。坑道。对，现在我们不要当吃瓜群众，看这边打得很热闹。我请问，台湾的韧性作战，你没有地下化，你怎么韧性？你不要跟我空口讲白话，买这个武器，买那个武器。伊朗战场上哪个武器不是最精良的武器？有用吗？有用吗？所以，我们这边拿27年来吓唬了，买了一大堆军售，但是你没有地下化，你的韧性根本不存在。高科技武器跟放烟火一样，一个晚上就可以放掉很多。何况台湾没有生产。今天伊朗为什么能撑下来？它的地下工厂里面还在做无人机，还在做导弹。美国的问题是说，你要在美国本土做好无人机，做好导弹，送到战地去，建立你的库存。所以大家我们在讲东升西降，不随便讲的。你只要看看美国的空军，现在到了要革新换代的时候，一个航母上48架，36架 F-18大黄蜂，40岁了要退了，剩下12架 F-35B 妥善率只有50%， 12架的话只有6架能起来，所以他的 F-15E 50岁了。那 B-52到现在还在用，70岁了。他没有空优的话，根本不能出动。空军是这样，海军呢？中国大陆的船天天在做。最近美国出一个消息，有一艘新的伯克级，好多年来了没看到，他总算出了一条新的伯克级。那你跟055大驱怎么比啊？老共的那个船都是新船，年轻的。这边尼米兹要退休。航母平均年龄已经到35到40岁了，尼米兹要上阵了，尼米兹要从退休状况要拉上来，重新回来。福特号要拿去修化粪池，林肯号要回去休息。所以美国面临的问题，军备竞赛上他已经输了，6代机也出不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伊朗的消耗战对比川普现在的战略混乱，其实看起来对于川普来讲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威胁。川普以为说他把伊朗打了他6000多个军事设施，打6000多个据点，伊朗就垮了。伊朗早就在2伊战争以后，他就部署了很多的地下长城嘛。他早就把他的防卫力量、把他的军事力量给地下化了，所以你地面上6000多个据点被打了，你对于伊朗继续打消耗战，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嘛。再加上他以为说以色列跟美国这一个精准的斩首，就可以让伊朗开始怕、开始退却，最后终于无条件投降，怎么可能呢？现在造成的结果正好相反，哀兵必胜。你伊朗的人现在觉得你对我们伊朗把我们当成贱民，然后制裁我们几十年，然后造成我们的经济始终起不来，然后因为经济起不来，发生了国内的动乱，你又挑动颜色革命，想要把我伊朗给灭掉，所以这种反抗的心理当然强嘛。再加上伊朗因为长期处于被压迫之下，所以他早就有一套跟你打消耗战的办法。我说过，2伊战争打了8年，也是打到最后的时候，打地面作战，伊拉克在美军的帮忙之下，仍然败给了伊朗嘛。所以基本上这一场战争啊，不能再打下去了。川普其实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因为他也知道他是搞房地产的，他是搞企业的，他当然知道这个仗再打下去的话，
那美国整个经济就要陷入金融海啸啊！我讲了好几次了，这个金融海啸一发生，一发不可收拾，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时候川普不但不是美国历届最伟大的总统，他反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罪人。这个川普一只脚就是被以色列给拉住啦，想抽腿走不了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伊朗战事正在不断的外扩当中，其中黎巴嫩也被以色列成为攻击的目标，死伤非常的严重。我觉得黎巴嫩最可怜，不仅以色列攻击，伊朗报复也打黎巴嫩。黎巴嫩从1975年内战以来，一直都在长期的战争当中，因为有真主党政府管不住，所以变成是说以色列要去攻打它，然后也因为有真主党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反对的力量，然后让伊朗这次也会攻击它，所以它两面为难啊。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蛮可怜，因为我在非洲做很多研究，你知道黎巴嫩古代的时候就是腓尼基人很会这个做生意的，到处都是他们啊，澳洲也有，巴西什么到处都有。可是呢，他们自己的国家支离破碎。我觉得因为这场战争，那黎巴嫩真的是在以色列旁边，永远都有这个被池鱼之殃的这个危险。那至于以色列，我觉得跟川普回到这个对付伊朗的情况，我们就是你到夜市区有一个游戏叫打地鼠。咚一打，结果另外一边又起来，杀掉这个，好像另外一个又起来。伊朗好像，而且这块地啊，这个地鼠的这个面积啊，比他们想象中要大啊。就是我们如果去夜市打，大概打完就出来嘛，就是大概它就会越来越多。就是你杀掉一个领导人，就又有另外新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这种老早的权力分配。